今日不必拘谨啊，老夫只是表达感激之情，请楚夫人用餐。啥楚夫人啊？这是我大姐楚清月，又没成婚，叫什么楚夫人啊？老子愿意喊什么就喊什么。你滚去厨房，看看饭菜准备的如何，这儿没你说话的地儿。滚就滚，好好照顾我大姐。你要是敢对我大姐不敬，别怪小爷我不客气。你个龟儿子，给老子赶紧滚！不对，气死老夫了！这个逆子，老夫迟早有一天呀，要掐死他！刘尚卿气得直咬着后槽牙，他怎么就生了这么个混蛋玩意儿？天天忤逆他不说，还变着法儿的作死。这一次要不是有楚清月掺和了一脚，这小畜生怕是就要去见他娘去了。楚清月呀，你说你当初非要救他干啥呀？直接让大理寺把他斩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侯爷，您消消气，小侯爷这性子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您犯不上跟小侯爷置气嘛。楚夫人，老夫还是想问你一句，当初你是如何察觉到我儿并非真凶啊？回侯爷，我要说的还是那日公堂上所说的话，小侯爷是真心待王宁轩和李怀玉二人的，又怎能做出如此不堪的事情呢？无论是回萧国之后接触的刘雨安，还是原主记忆之中残留的记忆，都可以印证他所说过的话。刘雨安对那两个人是真心实意的好，只可惜啊，一同长大的三人，一个死于非命，一个被斩首示众。最为心痛与寒心的，怕是小侯爷吧。刘尚卿叹上一口气，从怀中拿出一道令牌来。见令牌，如见本侯爷。若你日后有难，只需拿着令牌来我侯爷府，本侯的柳家军任你调遣。侯爷，这礼物是不是太贵重了一些？是贵重，但比起那逆子的命呀，不算什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楚清月清闲得很，偶尔会发生一些棘手的案子。楚清月作为特邀仵作去验尸，至于报酬嘛，霍安依旧是给他画个大饼。夜色降临，楚府书房亮起了灯，楚清月手执毛笔，在信纸上写着近来的状况，以及暂时不能够回到漠北的因由。本来是答应拓跋渊只需要1-2个月之久，便可以回到漠北。眼下这个情况嘛，至少5年方可。但无需担心，他和俩宝贝在萧国吃得好穿得暖。一封信落罢，楚清月将信件交给了义使，并且附赠了一笔额外的小费，示意义使以最快的速度将这封信送到漠北去。楚姑娘放心，咱们义使办事效率高得很，定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封信送到目的地。义使就差用自己的人头来保证他们送信的速度了。可拿到信离开楚府的义使转身就把信送到了三王府，交到了萧玉衡的手上。据义使转述，楚清月写的这封信呢，是要送到漠北的一个男人手中的。而他们了解到楚清月消失的5年都生活在漠北，再加上小灵儿口中的那个狼爹爹，种种信息联系起来，不得不让纳兰锦提着一口气。王爷，据我所知，漠北叫拓跋渊的只有1人，难不成三王妃信中所写的拓跋渊就是漠北狼王？如果楚清月心中写的拓跋渊真的是漠北狼王的话，那2人是怎么相识的呢？着实是让人觉得好奇。纳兰锦好奇地看着萧雨衡提起笔，在新的一张信纸上写下了一行字，而后将其与楚清月写的信纸合在一起，装入信封里，将信件800里加急送到漠北狼王手中。是，王爷。师傅，不好了，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儿了？大呼小叫的，难不成是霍安死了？霍大人还没死，不过也快了。哎，师傅，您快去看看吧。哎，师傅，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今天白天没啥异常发生啊，
大理寺的所有人都照常的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等到雨停之后，霍安打算去大理寺卷宗室整理今日来的卷宗，却发现有贼人闯入卷宗室，于是乎二人便是打了起来。霍安武力值不低啊，怎么会伤得那么严重啊？那黑衣人用了卑鄙的手段下毒，刀刃上涂满了剧毒。黑衣人抓到没有？霍安身上的毒解了没有？难不成霍安嗝屁了？你来找为师的目的就是为了验尸？没有，师傅，你听我说完。霍大人身上的毒呢，已经被太医给压制下来了。不过霍大人伤势严重，要我呀找你去大理寺，他有话和你说。小歹一言，楚清月实在是想不出霍安找他去大理寺的原因是啥。如果霍安真的挂了，出于人道主义思想呢，霍安欠他的几百两银子和饭钱就算是随葬礼了。你找我过来到底有啥事儿啊？楚清月，这是我大理寺卿的信物，从今日开始，你便代本官处理大理寺一切重案，直至本官康复之日。花，你是中毒了还是中风了？他就算是再傻也明白这枚令牌的意义是什么。大理寺隶属于皇帝之权，是一个国家法度的最高裁决所。大理寺卿相当于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如今霍安随意的将象征着大理寺卿的令牌交给他，是想让他早死早超生吗？楚清月，你听我说，我相信你早就应该察觉出来，大理寺有内奸。上次小侯爷在大理寺监牢内说的话只有你和我知，但红妆铺子的荣姐因此而死，必然是大理寺内出了奸细。今日我去卷宗室查看，那黑衣人所盗取的卷宗，皆是关系到了平南王与血煞宗，能悄无声息进入大理寺卷宗室的人，也必然是内部的人。欢，我平日里虽然是不修边幅，在你看来我或许只是一个疯癫之人，但请你记住，我楚清月不是傻子。一枚代表着大理寺卿的令牌，看似简简单单的将权力交给他，可是这件事情若是由深处去想，他不懂霍安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大理寺是隶属于皇帝的部门，大理寺卿也是皇帝所任命的官职，旁人就算是想要接受都难于上青天。如今霍安将代表大理寺卿的令牌交给他，仅仅只是因为重伤后的信任吗？傻子才会相信他的这一番说辞呢。楚清月，我并没有那个意思，你多心了。念在你我共事过的份上，我也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和三王爷之间没有关系，你也不用想着利用我做棋子，让三王爷和平南王互相残杀，达到让你主子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楚清月，霍安还想说什么，但是即将说出口的话咽了回去，黑气萦绕的一张脸浮现出丝丝苦笑。他或许以前想过利用楚清月来调出三王爷，让三王爷和平南王厮杀，可如今算了，事情的发生是他不能够左右的。楚清月从这件事情抽身也好，用马鸣千子的叶子和伏明花的晨露可去除你体内的毒，算是我最后能做的事情了。临走之前，楚清月告知霍安体内毒素的解毒治法。生能娶到月儿做夫人，真是三生有幸啊！你脑子被驴给踢了！娘子，你给我打住！越来越过分了，咱俩之间还没有那么熟悉吧？有啥话就直说。我心脏不好，容易犯病。本王只是听说昨晚上霍大人被刺，深感惋惜罢了。我咋觉得你脸上的表情不像是惋惜，倒像是幸灾乐祸呢？娘子误会了。误会个屁呀！祖宗，能不叫我娘子吗？我还想多活2年，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至于被叫去大理寺，霍安更不用强行塞给我令牌，我们俩也不至于闹掰，他欠我的钱也要不回来了。说到这儿，楚清月甚是心疼地叹了一口气，他主要是心疼那几百两银子，那可都是他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呢。
辛苦夫人了，本王定然会弥补夫人的损失。不叫娘子，萧玉衡又改口叫了夫人。楚清月一双凤眸耷拉着，看着萧玉衡，要不是杀人犯法，他一定会敲碎了这货的脑壳的。传闻中的三王爷不应该是果断杀伐的性格，不应该是绝世清冷半天不放一个屁的孤傲之人吗？可谁能告诉他面前这个无赖是谁啊？娘子，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哥，能不叫娘子不叫夫人吗？就算是我求你了。爱妃，屋子里确实有一股焦糊的味道。爱妃你个大！我的炸鸡竟和萧玉衡扯皮来了。楚清月完全忘记了锅里还放着一只鸡呢。三王爷，老夫有一事不明呀，大理寺戒备森严，又是何人能闯入大理寺行刺霍大人？血煞宗。大理寺内有一件重要的政务，事关平南王的安危。平南王以高价命血煞宗将那政务盗取，若无法从大理寺拿回政务，便将其毁灭。总之，不能留在大理寺内。难不成是牡丹图吗？坊间传闻被诬陷通敌叛国，导致灭族的司徒将军，临死前的晚上，将平南王与血煞宗勾结信息绘制在牡丹图中。可除已经被斩首的司徒贺外，无人能够参透牡丹图的内容，便将其放在大理寺中妥善保管。平南王这是怕有人参透牡丹图的信息，因此派出血煞宗将其盗取，甚至将其毁灭。但好在霍安虽受重伤，但以命保住了牡丹图。不仅仅只是牡丹图，若事情只关乎到牡丹图还好说，但事情远不止于此，否则霍安也不会将代表大理寺卿的令牌交给楚清月，想要拉楚清月跳入这趟浑水之中。老头儿，你就别问了，咱们都是一群小老百姓，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别人的事儿咱不操心啊。送走了祖宗，坐在小院中与楚天雄闲聊，别总喝酒，还当自己是20多岁的小伙子吗？爹也只是小酌一杯，大酒伤身，小酒怡情嘛。萧玉衡到底给了你多少西湖酿？不多，几坛子而已。能有点节操吗？几坛子酒就把你亲生闺女给卖了？非也，闺女，你太看得起自己了。这西湖酿可是限量款呀，贵得很呐。你个丫头，爹不是跟你说笑的吗？爹相中萧玉衡这女婿，一方面是三王爷的真性情，二来呀，是因为他能保护你们娘3个。真性情？老头儿，你哪只眼睛看到萧玉衡那货是个真性情的人啦？初次见面时候，冷漠的要死，好像谁欠了他多少钱一样。可后来，冷面阎王变成了奸诈狡猾的腹黑狐狸，坑得他不要不要的。随即，那狐狸摇身一变，又成了泼皮馋鬼，变着法儿的赖在楚府蹭吃蹭喝。楚老头竟然说萧玉衡是真性情，可拉倒吧！这货要是真性情，那他楚清月就是纯洁善良的5好青年了。反正爹觉得三王爷对你们娘3挺好的啊，不是对咱们楚府有恩，几次3番的救你帮你，你爹我呀还真就认这个女婿了。楚天雄，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咱们家现在啥情况你不知道啊？躲都来不及，还主动往前送人头，你以为平南王是吃萝卜白菜长大的吗？楚清月相信楚天雄比他更为了解平南王的为人，当初要不是他及时赶到的话，平南王早就借着张家的手把他给咔嚓了。如果不是天泽和灵儿选择留在都城读书，他早就带着全家老小去漠北了，还用惹得这么一身的麻烦吗？闺女啊，爹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有些事情呢，不是你想要逃就能逃得掉的。老头儿，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闺女啊，你跟爹来也是时候告诉你咱们家的事儿了。你还记得爹爹给你说过的大夏帝国吧？记得。难不成咱们楚家
是大夏帝国皇族，你闺女我是大夏帝国皇室后裔。不，闺女，你想多了，咱们楚家祖上呀，只是大夏帝国的将军罢了，和皇族血脉毛关系没有。你可认识这些图啊？老头儿，你别和我说这是万里山河图的其他残片啊！闺女眼神真好啊，这4张图正是其他4张万里山河图的残片。咱家不就只有1张万里山河图还在萧玉衡手里面吗？怎么会又多出来4张啊？这件事情还要从你爷爷的爷爷的，就是爷爷的爷爷说起。那时候的楚家还是大家族，其他保存万里山河图的家族渐渐没落了，直到再也无力保护万里山河图的残片，便是遁入了深山避世。但在避世前，则是将万里山河图的残片交给了楚家先祖保管，于是乎便有了今天楚清月看到的4张万里山河图，一共7张万里山河图，咱们楚家就5张，老头儿，你厉害啊！这能怪爹吗？都是你爷爷、太爷爷他们揽在身上的麻烦，你爹我也是被逼无奈呀。女儿，你现在知道爹爹为啥要守着这1亩3分地了吧？现在你也知道咱们楚家的秘密了。爹老了，以后楚家就交给你了。哎呀，怎么办呢？不行就真的挖个坑埋了算了。这可咋办呀？喝了药高烧还不退，再烧下去，霍大人迟早玩完啊！楚天雄也是跟着着急，他也没想到霍安竟然大早晨冒着雨跑来了楚府，一言不合就昏迷，也不知道这孩子要做什么。老头儿，看你的了。爹爹可不会治病。你不是有西湖酿吗？药效达不到退烧效果的话呢，就只有用酒来擦拭他全身上下，达到物理降温的效果了。不行，万万不行呀！西湖酿是3王爷送给爹爹的礼物，那酒就算是有钱也买不到。不行！老头儿，你要是再磨蹭下去，霍安的这条小命可就要交代在咱们楚家了。到时候就算是有萧玉衡保着咱们楚家，也是难辞其咎。平南王那个老不死的玩意儿在火上浇油，咱们楚家也就走到尽头了。楚清月半威胁半实情的说出了霍安死之后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比起楚家的命运，他相信老头子能够分得清轻重缓急。楚天雄做着思想斗争，他当然在乎楚家的安危了，可是那西湖酿也是世间少有的东西，如此浪费的话，他也心疼啊。还是挖坑埋了吧，我现在就去挖坑。你这孩子怎么说风就是雨呀？爹爹拿去还不成吗？为了楚家，为了女儿，楚天雄还是拿出了一坛子的西湖酿，为霍安擦拭着全身上下，来达到降温的效果。闻着满屋子的酒香，楚天雄眼中含泪，满满的都是心疼。整整半个时辰的时间，在用光了一坛子西湖酿的情况下，霍安的高烧总算是退了下来。楚清月，你不仅给我带来了麻烦，还欠了我一条命。别怪楚清月没有好脸色看，那天在大理寺的时候，他已经和霍安说的明明白白。从此以后，他楚清月和大理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可转身，这货一身血的找上门来，不用猜他也知道，霍安出现在楚家门口的那一刻，就代表着麻烦已经是找上门来了。对不起。说对不起有个屁用啊！话音落下，楚清月不再理会霍安，转身离开房间。不多时，楚天雄端来了一碗药，放在霍安床前的柜子上。你先好好养伤啊！我闺女态度虽然有些不善，但没啥坏心眼子。多谢楚老先生。喝完药先休息，好好睡一觉。有啥事儿啊，叫老夫一声就是了。说实话，虽然霍安曾经误判了他的案子，险些让他身首异处，于斯来说，他并不应该出手搭救。
但于公来说呢，霍安确确实实是百姓心目中的清官好官，不能这么随随便便的死掉了。喝下药的霍安在药效发作后睡了过去。老头儿，你说咋办吧？要是三王爷在的话，就不用担心了。咱能自力更生嘛，别啥事儿都想着靠萧玉衡来解决。我也不想欠他什么了，况且从前欠下来的人情，好不容易用一张正版的万里山河图还清了，说是再欠下人情债的话，难不成要把另外4张万里山河图给出去吗？霍安的出现是一个意外，让楚清月措手不及的意外。大姐，我来啦！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家老爷子说楚府最近可能会有事情发生，让我来守着大姐。老侯爷让你来的？啊，老爷子的意思是说大理寺出了事儿，连带着楚府也栽了跟头，就让小爷过来守着，还让小爷转告大姐，如果真有什么不能处理的事情，可以调遣柳家军。大姐，那天老爷子到底和你说了啥呀？为何你可以调遣柳家军？大姐，这个世界上除了老爷子和我大哥之外，就连小爷都没有调遣柳家军的资格。大姐真厉害。大姐，你知道吗？陛下千方百计想从我家老爷子手中拿走令牌，而且咱们柳家军可是7国排名前10战斗力的精英强将，每一个柳家军都是万里挑一的好手。这么说，你也曾进过柳家军？当年小爷我不是顽劣不懂事吗？和柳家军的韩参将打了起来，我爹一气之下呀，就将我驱逐出了柳家军军营。夜色弥漫在天地之间，刘宇安在楚府住了下来，负责保护楚府一家老小的安全。小侯爷，来喝酒。多谢大哥。啪的一声，楚清月一巴掌拍在了刘宇安的脑袋上，刘宇安吃痛的哎呦了一声。大姐，我哪里错了呀？你管我叫大姐，又叫我爹大哥，那你是让我叫你叔吗？说真的，楚清月是真的想不通，老侯爷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铁憨憨的物种来呢？估摸着刘宇安在出生的时候，老侯爷把人给扔了，把胎盘给养大了。对，我把这茬给忘了，光顾着和我大哥不是我大爷喝酒了。娘亲，外公不是敬酒了吗？天泽，老头交给你了，你要是能够劝你外公敬酒呢，娘亲就给你涨零花钱。哦，当真？听到涨零花钱几个字的时候，楚天泽那双丹凤眸微微一亮，起身来到楚天雄和刘宇安2人面前。外公，小侯爷。天泽呀，叫外公有什么事儿啊？小孩子一边去，没看见大人在喝酒吗？天泽确实不应该打扰外公和小侯爷饮酒，只是天泽有一事不明，这西湖酿乃是世间名贵的酒水，酿造的方法也极其复杂，但天泽方才查看了一下关于西湖酿的原料，其中便有一味药草。天泽是说无穷草吗？是的，无穷草。孙儿无意间看到无穷草酿酒的过程，无穷草本身十分坚韧，需要榨取里面的汁液方可入酒糟，于是便有了10几个成年男子赤着脚踩压无穷草之上，无穷草的汁液混合着男子的汗液，混入到酒糟发酵。换一句话来说，外公和小侯爷所喝的酒水，怎么不早说呀？小爷刚才喝下去的，那都是别人的汗水吗？天泽别闹，你看给小侯爷吓的。楚天雄尴尬地笑着，明知道外孙是故意说出来整蛊小侯爷的，小酌怡情，大酌伤身不假，但是外公的身体不适合饮酒，还希望外公莫要让娘亲担心才是。小侯爷别在意啊，孩子开玩笑罢了。这无穷草是经过重重筛选的嫩草，并不需要那样的工序，但喝无妨。闺女啊，老侯爷真的许你调遣刘家军的令牌了。不过我总觉得老侯爷的目的不仅仅是还人情而已，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说是单纯的因为救了刘禹安，便将调遣柳家军的令牌送给了他，那这份人情未免有些太大了。可楚清月一时间又想不明白老侯爷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不免觉得有一些烦躁。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话，尚且无碍，但若是其中牵扯到了萧玉衡，那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便更不在他的预料范围之内了。老头儿，你有什么意见吗？你真想听爹的意见吗？对于这事儿，楚天雄也是有所思考的。往小了说，老侯爷感念楚清月救了儿子一命，赠送调遣柳家军的令牌，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往大了说，便是要利用楚清月这一层关系与三王爷有所牵连。如今的萧国势力均衡，皇权、王权、兵权、商贾等等等等，都在一个微妙的平衡之中延续。若是打破了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老侯爷这是在为侯爷府铺路啊！爹爹的意见很简单，按兵不动，除非危及生命，否则千万不能动用柳家军的兵符。想的一样，父女二人想到了一起去。他们现在只希望什么事儿都不要发生。咱家快没米了。这段时间呢，楚府快成了客栈了。三王爷是他楚天雄认定了的女婿，吃吃喝喝都不算什么。纳兰先生是灵儿与天泽的师傅，理应以礼相待。可烈风侍卫完全就是一只猪啊！别人吃饭用碗，他吃饭直接上盆儿。这下好了，刚送走一个烈风，又来了一个刘禹安。闺女啊，咱们家虽然不缺钱，可也不是养猪场呀。大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咋一身血腥味啊？是啊，闺女，发生啥事儿了？不是我啊，我和青年回来的路上路过龙凤祥糕点铺，想买点桂花糕的，谁知道遇上了命案。楚清月说着龙凤祥糕点铺发生的命案。刘禹安和楚天雄二人一听楚清月没受伤，这才放心下来。娘亲，你的意思是说有人杀了罗家二小姐，将其头颅砍下来，伪装成龙凤祥糕点铺的女老板，并且将2名伙计杀死了？对，就是这么个情况。娘亲，可还有别的证据吗？暂且没有，只是查出来被砍下首级的女性死者是罗家二小姐，而那2名伙计的真实身份还没有确认。楚清月与楚天泽母子二人之间的谈话，就像是2个成年人之间的对话，听得刘禹安脊背发寒。敏元，有啥事儿直说吧。是吧？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证据。敏元这一次来就是要告诉楚清月，他们又发现了新的信息，事关龙凤祥糕点铺的一些趣事儿。不仅如此，死在糕点铺楼梯口和门口的那2个男人也不是什么伙计，而是罗二小姐随身的家丁。3名死者的身份现在可以确定下来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罗家的二小姐罗雨薇和2名家丁为什么会死在龙凤祥的糕点铺里呢？而且还被人伪装了身份。那真正的高凌霜、李宇轩以及糕点铺的5名伙计又是去了哪里？情杀、仇杀、财杀，亦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了这3个人的死亡呢？高凌霜的相公李宇轩嗜赌成性，而且欠下了不少银子。他们在查罗二小姐的时候提到了李宇轩这3个字，也是巧了，地下赌场的老板一听到这3个字就是气得直跳脚。李宇轩前几年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经常在地下赌场赌博。龙凤祥糕点铺虽说挣钱，可也经不住李宇轩这么折腾呀。慢慢的，糕点铺就出现了亏空，李宇轩的赌性越来越大，欠下的赌债也是越来越多了。明元叔叔，罗家很有钱吗？罗家是商贾世家，钱多的都花不完。而且我听几个丫鬟私下提及罗二小姐和李宇轩的事情，好像2人之间似乎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
娘亲，不正当的关系是指什么呀？就是说这俩不是什么好人。楚清月努力的用单纯的词语解释着所谓的不正当的关系。据罗家的丫鬟说，曾经看到李宇轩和二小姐单独出去幽会了，因为这件事情罗家老爷还发了脾气。哎，师傅，你说会不会是高凌霜和李宇轩因为欠下的赌债太多，想骗罗二小姐拿钱，但几个人之间发生了争执，他们夫妻二人谋财害命，杀了罗二小姐，然后……从目前的信息上来看，闵元的说法是最后可能的一点，可楚清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除此之外，还查到了什么信息了吗？还有一些微不足道的信息，但和案件无关，也是我无意间听到罗家丫鬟说的。闵元不知道他听来的这些信息有没有用，但还是一股脑的将其全部说了出来。罗家老爷似乎是很早就知道自己的二女儿与一个有妇之夫认识的事情，但是罗家老爷只发过一次脾气，之后就默许了两个人来往，这是其一。第二呢，也是关于罗家的事情。听说罗家以前干了一些不怎么光彩的事情，至于怎么不光彩，他就没有打听到了。老头儿，我要是和一个有妇之夫有着不正当的关系，你会怎么做？打断你的腿，再打断李宇轩的狗腿。闵元，你再去问问地下赌场的老板，看看能不能从他的口中问出更多关于李宇轩和高凌霜的事情。一大清早的有啥事儿啊？祖奶奶，你可算是来了！哎，来，跟我进宫。等等，我为什么要进宫啊？自然是去救王爷呀。他们今儿刚一回到萧国都城，都还没有来得及迈入出府，王爷就被刘太妃叫去了皇宫。刘太妃叫王爷进宫，说是拉拉家常，叙叙旧，实则呀是在皇帝的授意下让王爷选妃。选妃就选妃啊，你们家王爷也是20好几的人了，不是正好吗？你这话若是让王爷听到了，少不了挨揍。我告诉你啊，陛下和太妃已经知道天泽和灵儿是王爷的孩子，一旦王爷被逼着选妃，新王妃入府之后，就会以王府血脉的说辞，要灵儿和天泽认祖归宗。不可能，天泽和灵儿是我楚清月的孩子。我知道天泽和灵儿是你和王爷的孩子，可你又不表态，皇帝自然要钻这个空子了。到时候新王妃入了王府，打你的娃还不让灵儿天泽管你叫娘亲，哎呦，我都为你不值啊。再说了，这一次只要进宫帮王爷挡一挡，让太妃啊死了这个心就行了。王爷说了，到时候无论你提什么条件，王爷都答应。滚出去，给老娘2刻钟的时间。楚清月凤眸半眯，对于别的他都不在乎，但是竟然敢把主意打到天泽和灵儿的身上来，奶奶个腿儿的，真当他楚清月是纸糊的吗？得嘞，我在外面等你。你的终身大事最是让哀家担心了，三王妃的位置空缺了这么久，也是该找个女人操持一下后宅的事情了。太妃啊，玉衡府上已经有了王妃，您不必操心了。哀家怎么不知道啊？皇帝可没有说过你有妃子了。玉衡难不成说的是楚家的大女儿？正是，太妃应该也知晓本王和月儿已经育有一双子女，所以本王自然要对月儿一生一世的好。萧玉衡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正巧楚清月踏入到祥和殿内。皇爷对月儿这般好，月儿自然也要与王爷生生世世和和美美才是。太妃娘娘万福金安。起身吧，你就是玉衡口中的月儿。来，坐到哀家身旁，让哀家好好看看你。是，太妃。楚清月起身走上前，坐在了太妃身侧的椅子上。告诉哀家，
你是怎么抓住玉衡的心的呀？哀家都给玉衡介绍了那么多的女子，她连瞧都不瞧上一眼呐。楚清月来之时，听纳兰锦提起关于刘太妃的一切，可以说刘太妃的一生若是能够用2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传奇。宫斗界的一姐，从一个王府庶女逆袭成为后宫霸主，虽没有皇后的头衔，可是掌控着后宫的权力却不容小觑，能以一己之力护着当今皇上萧景瑜与三王爷萧玉衡2人在20年前的宫乱之下活下来。用纳兰锦的话来说，若是没有刘太妃的话，今日萧国的天下也不会有皇帝萧景瑜和三王爷的存在了。哀家听火安那个小子提起过你呀，说你验尸破案的能力比许多男子都要厉害。多谢太妃夸奖。本王的月儿特别厉害，当初若没有月儿的话，怕是本王便会被误认为杀人凶手。妾身季如烟，是丞相嫡女，见过三王爷。刘太妃怎么会不知季如烟心里打的什么算盘呀？风风雨雨这么多年走过来了，一眼便是看穿了季如烟的小心思。也好，他也想看看玉衡和楚清月之间到底是否真的有情，还是只是为了敷衍他做戏罢了。玉衡，清月呀，这个是季丞相家的女儿，也是到了婚配的年纪了。你2人若是觉得还成啊，便将她带回府上做个侧妃吧。太妃，玉衡一辈子只有月儿一妃。萧玉衡这边刚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季如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如烟知道自己还有诸多地方不如姐姐，但是如烟会认真的学，一定会伺候好王爷和姐姐的。清月呀，你怎么说啊？这自古男人3妻4妾是常有的事情，哀家想问问你是什么意见呐？楚清月起身走上前，搀扶起了他。多谢姐姐。别谢我，我也不是你姐姐，只是担心这地上凉，若是伤病了，还得我们三王府来掏医药费。王爷你也是，把这么楚楚可人的姑娘都给吓哭了。月儿真是冤枉本王了，本王与她并不相识，又何来吓哭一说？本王眼中只有月儿一人。好了好了，哀家都一把年纪了，可看不得你们这么秀恩爱的。哀家听闻玉衡的一双儿女都5岁了，正巧过几日便是萧国的河灯节了，到时候玉衡和清月带着他们进宫来，让哀家看看。闺女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老头儿，你说咱们要不要开个店啊？爹跟你说，开店费心费神，你手里不是有钱吗？还开什么店呀？况且有三王爷在，也不能让你饿着不是啊？听三王爷说你们要成婚了。成婚？何时成婚啊？哎呀，你这话说的当然是你和三王爷呀，难不成还是爹和三王爷吗？你娘也不干呀。老头儿，这话是萧玉衡跟你说的？那还有假呀？你以为三王爷和你一样没正经吗？人三王爷可是一口一个唾沫钉子。爹，我进宫陪着萧玉衡演戏只是权宜之计，是为了灵儿和天泽。哎，女儿啊，爹爹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总是不接受三王爷呀？难不成你心里有别人了？爹，你为啥一定要急着把我嫁出去啊？我一个人也能好好的照顾2个孩子的，照顾你和妹妹。楚清月是真的没有想过成婚这个问题，她能确保2个孩子衣食无忧，有个快乐的童年，能确保照顾父亲和妹妹，也能够保护楚家。她是怂，是不想招惹麻烦，
是想着要借用侯爷府的势力保护楚家一家老小的安危，但是他并不怕。若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自然有法子应对。是，他是和萧玉衡有过一晚上，那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也承认2个孩子确实是萧玉衡的血脉，但还是那一句话，在萧国的这5年生活里，他只想平平安安就好，无关皇室，无关所谓的争斗，无关任何一方的势力。我知道三王爷对我，对2个孩子很好，可是楚清月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来形容心底的那种感觉。女儿啊，你是怕失望吗？算是吧，我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我要的是平静中的小幸福，而不是为了一个男人而与我诈勾心斗角，仅此而已。他一直拒绝萧玉衡的好，也是因为如此。这里是个封建制度的古代，男人3妻4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何况萧玉衡还是一国的王爷，与其过得像是电视剧和小说里头发生的情节，一个人潇潇洒洒的有何不好的？好吧好吧，爹爹呀也不再逼你了，感情方面的事情呢，你也长大了，自己有所思考。楚天雄打了个哈欠，安慰着楚清月的情绪后便离开了书房。殊不知前脚刚刚离开书房的楚天雄，后脚回到自己房里，立马提笔写信，信中的内容大概就是楚清月如何的想法。至于这封信给谁的，自然不用多想了，别人都是坑爹，楚天雄是坑闺女。不过这也不算是坑闺女，做爹的只是希望女儿能有个好归宿，而他相当认可萧玉衡当楚家的女婿，别人也不行。翌日一大清早的，闵元火急火燎的赶到了楚府。师傅，大事不好了！高凌霜和李宇轩的尸体出现在了西郊3里外的碎石坡上。高凌霜和李宇轩都死了？啊，死得老惨了！本以为找到高凌霜和李宇轩就能够发现新的什么线索，可谁也想不到发现的竟然是2具不成样子的尸体，唯一的线索也中断了。这是楚姑娘的东西，那日在碎石坡回来的路上掉了，还劳烦王爷交还给楚姑娘。这东西月儿并不需要，再者月儿是本王的女人，霍大人注意一下自己的措辞。王爷说笑了，楚姑娘还未曾婚配，下官不认为有何不妥。霍大人或许还不知道吧，不日之后本王便会迎娶月儿过门，再见之时，霍大人应尊称月儿一声三王妃。一句话音落下，萧玉衡以绝对完胜的姿态转身离去，并不理会也不在乎霍安眼中复杂的神色为何。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战争，一个小小的霍安没有任何插足之地。萧玉衡太清楚霍安看楚清月的眼神代表着什么意思，但还是那句话呀，楚清月5年前便是他的女人了，现在将来也仍旧都是。王爷，3王府的厨房修好了，要不要？点了。清冷的2个字落下，接收到命令的烈风了然于心，他一定不负王爷所托，一定会把3王府的厨房点得干干净净，让楚清月找不到任何的借口赶他们离开楚府。楚清月哟，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不是平南王爷吗？楚清月，别以为你侥幸击退那几波杀手就沾沾自喜，以后走路呀小心一些，遇到磕磕碰碰是小事儿，若是牵连到你俩可爱的儿女，连本王也会替你惋惜呢。平南王爷也要小心一些才是，如今大把的年纪，还要操心不该操心的事情。说是有一天暴毙身亡，或许我会去你坟前弹奏一曲极乐净土，悼念一下。平南王自然是真的不晓得什么是极乐净土，但是很确定一件事情，这无知妇人在骂他。那本王倒是要瞧瞧，究竟呀，到底是谁先归西？
一句狠话落下，平南王的马车远去。大姐，要不要晚上偷偷潜入平南王府剁了这个老王八蛋呀？一了百了。敢威胁大姐，威胁2小萝卜头，娘了个西皮的！就算你是平南王又如何？这样给灭了你！这事儿我自己能解决，不用牵扯到侯爷府。楚清月有自己的打算，既然平南王已经是威胁到他的头上来了，若是再坐以待毙，后果不堪设想。今日是河灯节，原本萧玉衡要带着楚清月和一双儿女进宫去的。你忙你自己的事情去吧。娘子的事情便是本王的事情。大哥，我想问你一件事儿。娘子想说什么？来，先把药喝了。坐在床上的楚清月看了看面前的药碗，又看了看眼前的萧玉衡，眼神在二者之间来回徘徊着。你是不是想要毒死我，然后独占灵儿和天泽？别怪楚清月说出这么欠揍的话，来生理期的女孩子大多数都没啥耐心和脾气，疼痛折磨的她们都快要疯掉了。楚清月也是如此。娘子多虑了，这药可以缓解疼痛，乖，喝药。萧玉衡连哄带骗，总算是为楚清月喝了一碗药。娘子方才要问什么问题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是因为天泽和灵儿吗？若说5年前本王便在意你，娘子可信，因为本王知道，从5年前的那个夜晚开始，你便闯入了本王的世界。娘子，本王想知道，灵儿口中的狼爹爹是何人？拓跋渊，漠北狼王。拓跋渊？5年前血月那一夜，我离开白云寺之后就没有回到楚家。5年前白云寺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他本应该回到楚家，但是在回去的路上有黑衣人追杀，为了不给楚家带来麻烦，楚清月这才骑着马离开了都城，以至于离开了萧国，无目的的一直前行，直到了七国和漠北的交界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战场上将死未死的拓跋渊，并且耗费精力将其救活了。拓跋渊是漠北皇族的皇子，在战场上被兄长派来的人刺杀，这才身负重伤，以假死的状态蒙骗了杀手。当时为了1万两银子，他只好一路拖着拓跋渊前往漠北都城。一路上二人从相互鄙夷吵架到后来的默契，最后在旧臣的帮助下，拓跋渊复仇且坐上了漠北狼王的位置。这过程必然是血腥无比的，而且在这其中他也数次救了拓跋渊。功成身退的他便带着一双儿女离开了魔都，正巧赶上楚天雄的生辰和母亲的10年忌日，于是与一双儿女回到了萧国都城。辛苦娘子了，本王一定弥补娘子所受到的苦难。你可拉倒吧，你是王爷，这个年代3妻4妾都是正常的事儿，但偏偏我呢就是一个小气巴拉的女人，不喜欢和别的女人分享男人。我承认，王爷你做过的很多事情都让我觉得很感激你，我也铭记在心，但是我更清楚咱们之间是有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的，我也不再是一个15、16岁幻想着美好爱情的小姑娘。娘子，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有人要你纳妾怎么办？本王便杀了那人。如果有一国的公主想要嫁给你，并且1、2国之间的邦交作为要挟怎么办？本王无惧开战。如果我是恶魔，天下人都要我死，你怎么办？那本王便和娘子一起成魔，屠尽天下人。楚清月知道自己问出的3个问题，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很是白痴，但是得到的答案让他觉得很是满意。娘子，如果你面前有1000万两白银和即将落水的本王，娘子会如何抉择？那还用问吗？当然是1000万两白银啊。娘子，你这样回答，本王很受伤啊。萧玉衡本应该带着楚清月和一对子女前往皇宫，但因为楚清月生理期的疼痛，便派人告知太妃，今年他与娘子留在楚府过河灯节。
师傅，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查出来杀了高凌霜和李宇轩的凶手了。这么快吗？霍大人连日彻查，不仅查到了杀死高凌霜和李宇轩的凶手，也查明了李宇轩和罗宇威二人之间的关系。霍大人梳理了整个案件的一些细节，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怎么说呢？顺利，太过顺利了。对，师傅说的对，一切事情发展的方向太过顺利了。霍大人就是这个意思。在发现高凌霜和李宇轩夫妇二人的尸体之后，紧接着便找到了杀死二人的真凶。那真凶也交代出是看高凌霜夫妇两个携带了大量的钱财，这才起的杀心。但问题来了，认罪的黑衣杀手证词之中只说杀了二人，但却并未提及将夫妻二人肢解了。所以楚清月心中的疑问和霍安所纠结的问题是一样的，杀了高凌霜和李宇轩二人的杀手不过是顶罪之人，真凶另有其人。整个案子看似渐渐真相大白，实际上发现的真相仅仅只是冰山一角。时候不早了，若是没有别的事情，你先退下。还不等闵元再次开口问着楚清月对这件案件的想法之时，萧玉衡一句话下了逐客令。感受着萧玉衡身上源源不断迸发出来的威压，闵元连连吞咽着口水，起身离去，生怕走晚了会被三王爷给千刀万剐了。大哥，你能不能对我徒弟客气一些啊？娘子说的是，早些休息吧，天色也已经不早了。楚清月，有什么事儿啊？回来可好？仅仅4个字，却是包含着霍安太多想说的话，却全部都将其杂糅在这4个字之中。不论于公还是于私，他都希望楚清月不计前嫌回到大理寺，回到他的身边，像从前一样跟他出现场，一起破案，一起讨论案情。本王不知霍大人口中的回来可好是回哪里？娘子怎么一个人出来了？这个我说我路过，你信吗？当然相信，娘子说的每一句话本王都相信。萧玉衡笑着，笑得楚清月背后直发毛。啥意思呀？啥叫他说的每一句话他都相信？有啥话能说明白不？别整得云里雾里的，好像他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萧玉衡的事情一样。娘子，夫人。萧玉衡再一次叫着楚清月，可楚清月只顾着愣神了。月儿，那个什么，我真的只是路过，然后好奇心一起来就去龙凤祥糕点店看个究竟，然后霍安就来了，我要走的时候他就拽着我让我跟他回大理寺办案。楚清月一股脑地将龙凤祥糕点店发生的事情说了个清清楚楚，字字句句中表明着他和霍安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的事情。本王自然相信你啊。相信我？那你还生气个屁啊？害得老娘还以为本王吃醋了吗？本王确实是吃醋了。无论夫人做什么，本王都会相信你，但本王不喜欢别的男子对你意图不轨。你的意思是霍安对我心怀不轨啊？别开玩笑了，霍安可是钢铁直男的典范，能让霍安动情的女子那要多么的完美无瑕呀。很显然楚清月并未了解霍安，而且也对霍安从来都没有男女之情的想法。三王爷，叫父王。阳光之下，一大一小2个人用那相同型号的丹凤眸看着彼此。三王爷会不会出手打小屁孩啊？刘宇安担心这个问题。萧玉衡是什么样的存在？那是连皇帝都敢对的人。用他爹的话来说，当年要不是因为一些事情，如今的皇帝就是萧玉衡，而不是萧景瑜。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陛下总是处处忌惮着三王爷，也处心积虑的想将三王爷从这个世界上抹杀掉。但是三王爷也不是吃干饭长大的，手中不仅握着重权，而且还有一道密旨，
至于那道密旨是什么，他不知道，也是听老头子说起，密旨好像是关乎于皇位什么的。反正这几年来，皇帝和三王爷之间的较量明争暗斗。小侯爷，你傻呀！楚天泽可是王爷的儿子，王爷怎么会下得去手呀？别吵吵，以后不准你再接近我娘亲和灵儿。本王是你和灵儿的父王，是娘子的夫君，为何不可接近？就是不准！我和灵儿是娘亲养大的，即便你是我和灵儿的生父也不作数。想让我叫你父王，在下还是劝三王爷死了这个心吧。本王承认，这5年的时间疏于对你们母子3人照顾，但那是从前。不管你承认与否，本王是你的父王，你是三王府的世子，这一点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事实。我不是。你就是。我不是，我是楚天泽。父王已经给你报名了7日之后的考试，为父断定你考不了前10名。三王爷少瞧不起人，7日之后的考试，我若是考不上前10，我楚天泽从此以后便跟你一个姓。楚天泽再怎么聪慧，终究也只是一个5岁的孩童啊，哪里能够斗得过一个身经百战的老狐狸呢？而且还是狐狸中的极品狐狸精萧雨恒。父子2人定下誓言，7日之后的考试，如果楚天泽考不进前10名，楚天泽就会改姓萧，叫萧天泽。如果楚天泽顺利的考进前10呢，那萧雨恒便会应下楚天泽的一个条件，任何的一个条件都可以。三王爷，咱们走着瞧。王爷，您也猜得出来小世子提的条件是什么？对啊，王爷，万一小世子让咱们卷铺盖走人，以后不就吃不上三王妃做的饭了吗？本王只答应小家伙提出任何条件，并且承诺实行。纳兰锦伸出了大拇指啊，那眼中的神情，别提有多么的佩服了。王爷就是王爷，无耻程度真的是他们遥望不及的存在。他都能够想象得出楚天泽那个小家伙知道自己被王爷摆了一道之后的表情。一日，天泽怎么起来的这么早啊？娘亲啊。楚清月并不知道儿子和萧雨恒之间打了什么赌，但见儿子这般的用功，他这个当娘亲的心疼啊。宝贝啊，娘亲不希望你登高仕途，只希望你能有一个快快乐乐的童年。比起你和灵儿的快乐，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咱们不去当神通。娘亲放心，儿子知道分寸。那就好。晚上想吃什么呀？娘亲给你做。天泽想吃娘亲包的小馄饨。娘亲，灵儿也要吃小馄饨。好，那咱们晚上就吃小馄饨。好啊。住手！光天化日之下欺负老人家，你们还要不要脸啊？小侯爷，您怎么来了？难不成这些道路是你们家铺的吗？小爷愿意走哪儿就走哪儿，用得着你管呀？啪的一声，刘元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一个人的脑壳上，问着他为什么要殴打老人呢？你他娘不知道尊老爱幼吗？小侯爷饶命，这个老不死的偷了我家东西，罗老爷这才命我2人来拿的，不信你看呀。看到翠玉耳环的那一刻，楚清月走上前夺过了翠玉耳环。这只翠玉耳环是从哪里来的？我大姐问你话呢，你耳朵聋了还是哑巴了？我说。男人如实交代这一切。翠玉耳环是罗家的东西，一直是罗二小姐所有。今儿罗老爷命人处理府上的东西，这老不死的便趁机偷走了翠玉耳环。老不死的偷了东西，我们只是奉罗老爷子的命令把他抓回去。2个罗家的下人说着前因后果。楚清月将翠玉耳环放置在阳光下，仔细地端详着，和他在龙凤祥糕点铺发现的翠玉耳环是一模一样的。那就奇怪了，为什么好好的一对翠玉耳环，一只在罗家，而另一只却是在龙凤祥糕点店？难不成是罗雨薇带出来的？雨薇呀，
别怪爹爹心狠，错就错在你不该把那些事情告诉李宇轩和高凌霜，爹爹也只能如此了。罗家老爷躲在床底下的楚清月皱着眉头，直觉告诉他，罗家老爷说的这些话中隐藏着重要的信息。罗家老爷在房间中坐了一会儿后，便离开了房间。走之前还将门给紧紧地锁住，并且放了一把火，将整个屋子都点燃了。要不是楚清月利落地从后窗逃了出去，怕也是要与这屋子一同化为灰烬了。娘子在想什么呀？以后麻烦三王爷进来的时候先敲门，可以吗？半日未见，本王甚是思念娘子。说人话。娘子聪慧，看来本王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娘子啊。过十几日，皇宫宴席，文武百官携带家眷入宫入宴，本王也自然要带着咱们一家4口入宫。我这儿没问题，你若有法子疏动灵儿和天泽，去也无妨。楚清月无所谓地耸了耸肩，他承认自己对这个狐狸一般狡诈的王爷动了心，当然只是小小的东西了，至于其他方面还需要慢慢的接触嘛。但灵儿和天泽这2个小家伙有自己的主意，他尊重2个孩子的意见，所以说能不能说动2个小人精，就要看萧玉衡自己的本事了。娘子放心，本王自有妙招。师傅，霍大人让我来告诉你，那单只翠玉耳环已经查到来源，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证人所言，翠玉耳环是罗二小姐生母的东西。罗家老爷是上门女婿，夫妻2人看似恩爱，实则并不和睦。罗二小姐更不是罗老爷亲生的女儿，并且当日有目击证人看到罗雨薇带着家丁去龙凤祥糕点铺的时候，并没有带任何的包裹。也就是说，一开始猜测高凌霜和李宇轩夫妻2人谋财害命都是假的，事情几乎是完全被翻了盘啊！所有来证明高凌霜和李宇轩杀害罗雨薇谋财害命的罪证等同作废。还说别的了吗？其他的没有了，霍大人只是让我将这些转告给师傅。哦对了，霍大人还说，若师傅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让师傅前往大理寺卷宗室。当然，这句话闵元可是没说出口，一来就算是说了，师傅也不会去，二来有三王爷在眼前，给他180个胆子也不敢说呀。那师傅没事儿，我就先走了。看着闵元渐渐消失在视线中的背影，楚清月始终是半眯着双眸的，凤眸中满满的都是不解的神色。娘子是不是在想罗雨薇之死与高凌霜、李宇轩夫妇2人有没有关系？娘亲，如果先前的证据都没有用，那可不可以认为高凌霜、李宇轩和罗雨薇都是被害者，3者之间一定有什么关联，这才遭遇了毒手啊？今天我去罗家的时候，听到罗老爷说了一句让人很费解的话，他说别怪爹爹心狠，怪就怪你把事情告诉了高凌霜和李宇轩。娘亲，假设凶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谋财害命，而是单纯的想要除掉被害者呢？楚清月点了点头，目前来说这是最大最可行的一个解释。那这么来说，所有的疑点如今都聚集在罗老爷的身上，若是想要解开凶案的真相，便要知道罗老爷口中说的这个秘密是什么。一日，楚清月让刘宇安送一封信到大理寺，信上写了一些关于案件的种种疑点，他相信霍安能够查得明白。不过他这么做的目的不是因为要帮助霍安，而是因为可怜罗家2小姐以及无辜死去的高凌霜和李宇轩夫妻2人。霍安，这是我大姐给你的信，我大姐说你看了信就能明白了，至于能不能顺利结案，就要靠你自己了。一封信落在了霍安的面前，霍安当众拆开信件，看着信件上楚清月所罗列的信息，
浓眉大眼从苦闷逐渐转变成了明朗。本官就知道楚清月不会让我失望。来人，带罗家老爷上堂。在霍安的审问之下，在一条条铁证如山的罪证下，罗岩认罪伏法。霍安，你的意思是罗岩杀了他二闺女，然后嫁祸给高凌霜和李宇轩，再买凶做掉了高李夫妻二人？案件的过程他是听懂了，可案件的有些细节他还是不明白。罗雨薇不是罗老爷子的孩子，罗雨薇知道了罗老爷的秘密，然后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李宇轩和高凌霜。高凌霜和李宇轩夫妻二人心善，想要救罗雨薇，但是却被调虎离山，骗到了碎尸坡。罗老爷利用这个时候杀了自己的女儿，将其嫁祸给高李夫妻二人。然后呢，当爹的为啥要杀自己的女儿呢？这当爹的也太狠心了吧！就算罗雨薇不是他亲生闺女，养了这么多年了，至于因为一点破事就痛下杀手吗？罗雨薇之所以死，是因为知晓了罗老爷子的秘密。罗老爷子在外面还有一个私生子，并且要将罗家所有的财产都留给私生子。再者，还因为罗老爷子暗中在外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利用罗家的这一层保护伞屏蔽了麻烦，所以才没有被发现种种。也是在无意间，黑衣人和罗老爷子商议事情的时候被罗雨薇听到了。罗雨薇惊恐万分，不相信父亲是这样的人，那傻孩子还傻傻的去找父亲对峙。可怜的罗二小姐本来就不是罗老爷子的亲生闺女，再加上最近罗家的变动，担心罗雨薇会泄露出去事情，于是便设下了这个局，让人误以为罗雨薇和李宇轩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如今所有的事情都真相大白了，所有凶杀案的幕后真凶就是罗老爷子。大姐，案子都已经结了，怎么还一脸不解的模样啊？人心呢，果然是最可怕的存在。案件结了是结了，但从这件案中，楚清月却是感觉到了一股凉意。为了利益，宁可设个局，杀了养了10几年的女儿，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大姐你放心，有我刘雨安在，谁若是敢动楚府任何一个人，小爷定会将他碎尸万段。刘雨安只当楚清月是在感慨人性凶险，不管如何，有他刘雨安在的一天，就别想妄动楚府的任何一个人。楚清月，本郡主限你3个喘息的时间，给我滚出来，否则别怪本郡主不客气了。你认识？眼熟，萧国的郡主不多，但是看着一身花枝招展的打扮，和小爷养的鹦鹉没啥区别，应该是镇南王的郡主南宫莹莹了。刘雨安上上下下看着南宫莹莹，不过听说镇南王府的郡主性子蛮横，常年居住在离城，怎么会突然间回到萧国都城，而且还气势汹汹的跑来楚府找事儿？请问郡主殿下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楚清月，你给本郡主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不准你见玉衡哥哥，也不准再纠缠着玉衡哥哥。如果你敢违抗本郡主的命令，本郡主会让你生不如死。郡主殿下，这里是楚府，并非是萧玉衡的三王府，你是不是走错方向了？大胆，你竟然敢称呼玉衡哥哥的名字！来人，给本郡主张嘴！南宫莹莹话音落下，两旁的嬷嬷走上前来，伸出手抡圆了臂膀，就要打在楚清月的脸上。可不等楚清月回击呢，刘雨安先一步解决掉了两个嬷嬷，一拳一个，狠狠地打在了两个嬷嬷的脑袋上。南宫莹莹，谁给你的权利在楚府撒泼呀？啊，你当这里是你镇南王府吗？刘雨安，本郡主和楚清月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来插手，滚一边去！小死鸭崽子，你找死是不是？被骂的刘雨安双眼一瞪，就要冲上去好好的教训一下南宫莹莹，却被楚清月拽住了衣袖，制止住了他的举动。大姐，
就这种贱兮兮的死丫头，不打一顿，她不会知道天高地厚的。刘元打人呢，从来不管男女，只管对错，更何况还骂了楚清月，骂了他。今儿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让南宫莹莹完好无损地离开楚府。楚清月，你若是个识相的，就赶紧离开玉衡哥哥的身边。谁知道你那2个孩子是谁的野种啊？本郡主今儿就把话给你说清楚了，玉衡哥哥只能是我的，你没有资格成为三王府的女主人。郡主方才说萧玉衡是你的玉衡哥哥。没错，玉衡哥哥只能是本郡主的相公，你一个人尽可夫的下贱东西，配不上玉衡哥哥。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啊！正好今儿呢就跟你说明白好了，我身为未来的三王妃，可以明确的告诉郡主一件事情。怎么说你也是个郡主，你来我楚府闹事儿，脸呢？闹事儿？本郡主是来警告你的，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尊卑有别。我玉衡哥哥不是你这种娼妇能够配得上的。你再敢骂我大姐一句，信不信小爷当场捏碎你的脑袋？柳元，这里有你什么事情啊？别给本郡主判了你了。大姐，就这虎了吧唧的娘们儿，咱们还和她讲什么道理啊？先打一顿再说。可有受伤？没受伤，不过心情可是不怎么美丽。三王爷，南宫郡主可是因为你来找我大姐的麻烦呢，不仅要杀了我大姐，还想要鸠占鹊巢，做三王府的妃子。玉衡哥哥，不是柳元说的那样，莹莹是来找你的。玉衡哥哥，莹莹真的没有，你要相信莹莹，是这2个贱人合起伙来欺负莹莹的。南宫郡主，你能不恶心人吗？方才那彪悍劲儿怎么没了啊？被狗吃了？夫人放心，本王自然会将这件事情处理到夫人满意为止。来人！萧玉衡话音落下，三王府的侍卫们纷纷出现，将南宫郡主送回皇宫。没有本王的命令，不准踏入楚府半步。如若有任何不妥之处，杖毙。是王爷。不可能，玉衡哥哥，你不要听那个贱人胡说八道，莹莹真的什么都没有做。玉衡哥哥，你不能这么对待莹莹。任由南宫莹莹如何的叫着萧玉衡，萧玉衡也未曾回头看他一眼。三王府的侍卫以强制性手段将南宫莹莹架着离开了楚府。南宫府的侍卫根本就不是三王府的对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家郡主跟个小鸡崽儿似的被三王府的侍卫赶出了楚府去。夫人莫要生气。没生气，我生什么气？楚清月满脸都写着我没生气的表情，可是傻子都能看得出来某女人很是生气。至于吃醋的生气还是因为别的原因，那就不得而知了。合着三王爷身边美女环绕，艳福不浅，我阻了三王爷的桃花了呗。当初白云寺我就不该睡了你。若是当初白云寺本王没有被夫人霸王硬上弓，今日又怎么会拥夫人入怀，还赠送一双儿女呢？啥意思啊？当初分明是你对我霸王硬上弓，你不乐意啊？不，夫人你误会了，本王乐意之极。夫人消消气。我没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呢？三王爷啥时候这么没底线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呀。纳兰锦摇了摇头，谁能想到5年前白云寺的事情发展到了今天会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呢？谁又能想到世人眼中的冷面阎罗三王爷竟然是个宠妻狂魔？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楚清月知道他当初写给狼王拓跋渊的信被王爷做了一些手脚，会是啥表情啊？你没错，我没生气。本王错了，夫人莫要生气。你是三王爷，你能有什么错呀？错的是我呢不该掐了三王爷的桃花。本王对夫人之心日月可见，夫人消消气，为了一个外人气坏了身子，不值得。我没生气。娘亲，帅弟弟和哥哥不会打起来吧？
他知道哥哥不喜欢帅爹爹的原因，也明了帅爹爹一直想弥补，可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灵儿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要说出口的话。这一次来萧国都城见到了帅爹爹，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温柔，还要帅气，对他们又好，对娘亲也好。若是可以的话，他希望娘亲和帅爹爹在一起。有些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便是发生了。萧玉衡想要得到你哥哥的认同，那只能看他自己的了。当娘的自然很清楚两个孩子心中想的是什么，别看表面上一脸无所谓的模样，可实际上比任何人都希望得到父爱。三王爷，咱们之间有所约定，我希望三王爷遵守约定的前提下，不要给我娘亲造成不必要的困扰。昨日的事情是个例外，你娘亲已经了解事情的经过，本王与南宫莹莹之间并无任何男女之情。同样是冷着一张脸，萧玉衡的丹凤眸俯视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小萝卜头，话语中的冰冷就如同面对陌生人一样。明明是父子俩，怎么弄得跟仇敌一样呀？别人父子的事情就不要去管了。来，小侯爷，今日帮老夫个忙。啥事儿啊？老夫要出去见一见故人，又不放心青宁一个人在家，所以就只能拜托小侯爷帮老夫照顾一下青宁了。楚老头，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青宁妹子一看见我就跑呀？没事儿，这几日呀，青宁对你的态度改观了很多，老夫相信你。姓盛名谁？我不报名，我儿子报名。你儿子？一个5、6岁的小孩子，闹呢？这位大人，萧国律法并未禁止5、6岁的孩童参加考试啊。小毛孩子伶牙俐齿呀，断奶了吗？就敢在这里和本官犟嘴，信不信本官马上派人捉你们下牢狱，给你们安置一个闹事的罪名。萧国律法明文规定，以文采招廉，天下贤才，但凡萧国子民皆可报名参加考试。如今大人这般阻拦，简直是弃萧国律法之不顾，蔑视皇权。楚天泽虽然只有5岁，但在楚清月的熏陶之下，对各国的律法也是涉猎一些。来萧国之前的路上，将萧国律法看了一遍，一双丹凤眸沉色看着官员。那又如何？本官就是不将你等记录在内。负责录入人员名单的官员压根就不在乎一个小孩子的口出狂言，甚至还让士兵驱赶着楚清月母子3人。围观的众人一脸怜悯，并非是对楚清月母子3人的怜悯，而是对那官途到头了的官员。果然，不到半盏茶的功夫，一个身穿黑衣的侍卫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在官员耳边说了几句话之后，只听砰的一声，那官员2条腿一瘫软在地上，表情之惊恐，言语都难以形容。不用猜了，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必定是官员阻拦楚清月的小公子报名考试一事儿被三王爷给知道了，三王爷派人来调解了。老头，有饭吃吗？我饿了。喊，叫魂呢？怎么从厨府滚回来了？这姑娘是谁啊？儿子，谁家姑娘瞎了眼看上你啊？我大姐的妹子，我带青宁回来吃口饭而已。至于吗？不就是回来吃个饭吗？弄得跟山贼过境一样。再说了，他是侯爷府的小侯爷，回自己家吃饭，有必要防备着吗？楚清宁，楚清月的妹妹。伯伯你好，我是楚清宁。臭小子，你连一个傻子都不放过，你还是人吗？老头，注意你的措辞，什么傻子不傻子，找抽呢？老子说错话了还不行吗？青宁姑娘怎么和你在一起啊？回来吃饭呀。楚老头出去见老友了，大姐带着天泽他们去考场报名，小爷又没钱了，就只能带着青宁妹子回来吃饭呀。老子就说吧，哪会有姑娘眼瞎看上你呀？老头，想打架吗？小子，老子看你是轴了，
拿刀来！老大，你是不是彪呀？青爷害怕了。老子差点忘了这一茬。你们几个赶紧去准备食物。刘尚卿是知道楚清明与常人不同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们家这个儿子鲜少顾及到他人的感受，如今竟然会对楚清明如此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难得呀。好不好吃啊？好吃，伯伯也吃。挺好的一个孩子，哎呀，可惜了。可惜什么可惜啊？别看青青妹子这样，但比世上许多女子都善良。臭小子，老子也没说什么呀。你眼神说了。刘宇安带着楚清明吃了饭，又和柳尚卿要了一些钱，离开了侯府。侯爷，您给了小侯爷那么多钱，就不怕出事儿吗？老管家不太理解老侯爷的举动，小侯爷手里拿的钱不是100-200两银子，而是10000两银票啊！从前小侯爷要50两银子，老侯爷都要磨叽半天，爷俩还要动手呢。如今老侯爷这是怎么了？你没察觉臭小子有变化了吗？没想到楚清月那丫头还真能帮老子调教儿子。起初刘尚卿将刘宇安赶到楚府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躲清闲，他们父子俩一见面就打，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呢，要么刘宇安被他给打死，要么就是他被刘宇安给气死。于是乎呢，他直接将刘宇安甩给了楚清月。不得不说，这些日子他过得那叫一个清静呀，简直就是梦想中的美好生活。可今天刘宇安回来，本以为他和臭小子之间还会有一场拳打脚踢，没想到这小王八崽子竟然处处呵护着楚清明那个丫头，甚至学会了压下怒火，有点意思。老爷，你去给本侯爷看看，臭小子拿钱都干什么去了？是侯爷。你们这是做什么去了？去我爹家吃饭了呀。回来的时候我爹给了我点钱，青青妹子喜欢吃汤，小爷就给买了一些。2天泽，来吃汤。谢谢二叔，谢谢二叔。刘玉安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总叫着楚清月为大姐，俩孩子所以叫他二叔，也是理所应当之句嘛。实则并非如此，二叔自然是字面上的意思了。皇上，英英刚刚回都城不久，还未熟悉都城的一切。楚清月，她便是持刀闯入了郡主府，当着刘贵妃的面前欲有行凶。你若是伤我，英英我无话可说，但你若是伤了刘贵妃，即便是你出府满门的性命，也不及贵妃娘娘的一条命。楚清月，我实在不知我如何招惹了你，可没想到你是如此恶毒之人。霍安，真有此事。回禀陛下的话，楚清月确实提刀冲入郡主府，但起因是因为郡主府的侍卫当街行凶，想要将楚清月和一双子女毙命。楚清月这才冲入郡主府与郡主理论，没想到刘贵妃也身在郡主府内。霍大人，你这话分明就是在恶意重伤本郡主。本郡主何时派侍卫当街行凶伤害楚清月母子3人了？就在南宫莹莹为自己辩解之时，御书房的大门再次开启。臣见过陛下。夫人，是何人伤了你？我没受伤，你怎么来了？本王的夫人被人欺负了，做相公的自然要为夫人讨回公道才是。玉衡哥哥，分明是楚清月提刀伤了莹莹，你看莹莹的脸颊现在还是红着的。南宫郡主脸上的伤是夫人打的。怎么，心疼了？是心疼了，本王心疼夫人的手，下次直接砍了便是。有什么事情，本王为夫人担着。当街行凶，刺杀本王之子，南宫郡主好大的威风！不是的，玉衡哥哥，不是的，莹莹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都是楚清月她在陷害我的，是他提着刀闯进了南宫郡主府，他要刺杀我，还有
刘贵妃，南宫郡主所言之事，确有其事吗？回陛下的话，臣妾在郡主府与郡主聊着家常，便看到楚姑娘提了刀冲了进来，就要杀了郡主啊。刘贵妃将自己当时看到的一切详详细细地说给众人听，至于前因为何，她可不怎么关心呢。她只看到了楚清月持刀冲入郡主府，想要杀了南宫莹莹，仅此而已。人证物证俱在，三王爷可还有什么话想说吗？就如楚清月想的一样，这件事情最终还是牵扯到了萧玉衡的身上。陛下，此事无关三王爷。夫人，你的事情便是本王的事情。陛下，即便是莹莹的侍卫先动手在前，那也是为了萧国铲除奸细啊。据莹莹所知，楚清月乃是漠北来的奸细，他这次回来就是要窃取萧国的情报。此话当真？南宫郡主应该明白自己这一番话代表着什么意思。莹莹用项上人头担保，楚清月乃是漠北的细作，只要去楚府探查，便可以查出他家中藏有漠北之物，足可证明楚清月的身份。美眸之中的得意与阴狠毫无保留地表达着。南宫莹莹好似已经预见了楚清月被五马分尸的下场。她原本不想这么快就亮出底牌的，尽管黑衣人告知她切莫在短时间内将此消息暴露出来，可此时此刻的她顾及不了太多了。若不趁着现在将楚清月铲除，日后将更加棘手。三王爷，对于楚清月是漠北细作的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回陛下的话，楚清月是本王未过门的妻子，本王自然相信夫人是清白之人，并非漠北的奸细。事关漠北和萧国，朕不得不慎重处理，暂时将楚清月押下天牢，等到事情查明之后再议。陛下，此事定有蹊跷，微臣相信楚清月并不是漠北的细作。他虽然知道楚清月和漠北是有所关系，但绝对不是细作。陛下，宁可抓错，不可放过。若楚清月真的是奸细，那将会是危害萧国的祸患呢。夫人放心，有本王在，何人也动不了你。我有一个问题很是不明白，南宫郡主是从什么渠道知晓我是漠北的细作的？虽是有人举报了，本郡主本是不想对你赶尽杀绝的，奈何你迷惑三王爷心智，将萧国置于危险之中。萧玉衡，他说我迷惑你心智呢，你怎么办？夫人可以更加主动一些，诱惑本王，不仅仅只是迷惑。夫人觉得如何呀？萧玉衡字字句句中透露着暧昧，恨不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二人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陛下，虽然我不知道南宫郡主这个消息是从哪儿来的，不过我也得承认一件事儿，我确实是和漠北有些关系。当楚清月刚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南宫莹莹连珠炮似的给楚清月安置上了各种通敌卖国等等的罪名，恨不得萧锦瑜当场命人将楚清月拉出去问斩。急什么急啊？你就算是着急要我死，也要等我说完话才是啊。陛下应该认得这个牌子，我呢确实和漠北有些牵连，但至于是不是奸细，就要看陛下的定夺了。陛下，治他的罪，他是漠北的细作。陛下，臣妾倒是不觉得楚清月是漠北留在都城的细作。据臣妾所知，楚清月回到萧国之后并未有什么举动，如霍大人所说的，今日之举也是在南宫郡主府侍卫危及到了楚家母子三人的性命之后方才发生的。刘贵妃是个聪明人，从萧锦瑜的神情之中捕捉到了事有变数，所以才说了刚才的那么一番话。果然，当刘贵妃的话音落下之际，萧锦瑜将令牌交给太监，示意太监将令牌交还到楚清月的手中。南宫郡主管教侍卫无方，任由侍卫当街行凶杀人，
即日起撤销郡主府一切权力，并在3日之内遣送南宫莹莹回西塞边陲之地，从此以后不得折返回都城。陛下，是楚清月生日在先的，楚清月又勾结了漠北，潜伏在玉衡哥哥身边，我是清白的，我什么都没有做。多谢陛下明察秋毫。为了庆祝今天来之不易的胜利，我决定今天晚上包饺子给你吃。你似乎从未告诉朕楚清月与漠北的关系。回陛下，臣还没有调查清楚这件事情，自此之前也不清楚楚清月与漠北到底有何关系。臣句句不敢撒谎，圣上明鉴，朕自然相信你。下去吧。看着霍安离去的背影，萧景瑜眼中的笑毫无半分温度。陛下，霍大人自小便跟在陛下身侧，相信不会与三王爷串通一气，或许是真的不知道楚清月的身份。希望如此呀，只是朕很好奇，楚清月为何会有漠北狼王的令牌？整个漠北只有2块狼王令牌，一块狼王令牌在狼王拓跋渊的手中，另外一块狼王令牌呢，则是在神秘的越王手中。楚清月手中的这块狼王令牌背面刻着月字，萧景瑜眼中的冰冷更深一分，浮现在唇角的笑意也更是浓烈一分。尤其是在提到楚清月3个字的时候，站在一旁的老太监内心重重的叹了一口气。你说你也是啊，明知道这是陷阱还要非往里面冲啊。本王是担心夫人，原本还想以平常人的身份和你们好好相处，这下子好了吧？原来夫人是漠北越王，当真失敬。失敬个头啊，我本来是不想用这个身份的，这下好了吧？屁事一堆一堆的。楚清月皱着个眉头，这令牌呀，是拓跋渊的谢礼。当初拓跋渊在征战漠北割的时候，说他出谋划策，立下了大功劳，于是便命人打造了2个牌子，一个他自己留着，另一个交给了他。2块狼王牌子，其中一便是他手中的越王，可以调动整个漠北的兵力。见到越王牌，就如同见到狼王本人一般。楚清月和萧玉衡说着漠北5年来的一些小事，虽说因为越王牌免遭了今日的劫，但也会因为越王牵扯到很多麻烦的事情。夫人放心，即便是天塌下了，本王也会为你顶着。说的好听，萧玉衡，我刚才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就南宫莹莹那种脑子啊，能想出来这种连环套的计划吗？不是他看不起南宫莹莹，就他那种智商抠出来上秤量一量都没重量的脑子，压根儿就计划不出来一环套一环的计划。现在想想，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为的就是引他和萧玉衡上钩。别说一石二鸟了，如果他没有狼王令牌的话，那萧玉衡定然会与萧景瑜大动干戈，到时候萧景瑜就会以各种借口来诛杀萧玉衡，而萧玉衡为了保护他和一双儿女，必定会起兵相交。之后会发生什么，楚清月不敢去想，只能说密谋整个计划的人将所有的可能性都堵死了。还是那句话，若是没有了越王牌，他相信2人绝对不会轻易的离开皇宫。还有，南宫莹莹怎么会知道我和漠北有关系的？我最开始想过南宫莹莹背后的人是萧景瑜，但是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可能性。萧玉衡看着楚清月认真思考分析的表情，丹凤眸微微向上一挑，大手拥着楚清月入怀，不由分说的便吻了下去。萧玉衡，你要不要脸啊？自从遇到夫人那天开始，本王便不曾要脸。你可是和本君主保证过的，一定会除掉楚清月的。可如今计划不但落空了，还让本君主遭到了牵连，被驱逐出了京城。这一切为何？郡主心中不清楚吗？我不管，
你们必须要重新想一个法子。本郡主一定要让楚清月死无葬身之地，还有，本郡主一定要留在都城。南宫莹莹只顾着发泄心中的怒气，并未注意到黑衣人眼中的杀意，也不曾感觉到危险即将降临。黑衣人一步上前，手中的匕首极快地闪过。留着你这种蠢货在世，楚清月必然会循着踪迹查到血煞宗的头上。处决完了南宫莹莹，血煞宗的黑衣杀手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翌日，第一案发现场，第一死亡现场，死者被一刀毙命，伤在脖子上主血管。熟人作案，最起码2个人认识。不错，有进步。师傅，我实在找不到其他有用的信息了。闵元已经把南宫莹莹所有值得检查的地方都查了一遍，确确实实没有找到凶手的信息。而在房间里头走走去去的楚清月停下了脚步，在书架的暗格中敲敲打打了好一会儿，终于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在暗格中有几封信，将其他的几封信拆开来，看着信件上白纸黑字的内容，楚清月笑出了声。凶手已经找到了，信纸是南宫莹莹和血煞宗那帮完犊子的玩意儿往来的密函，目的就是除掉楚府上上下下，除掉楚清月，并且还在信中详细的告知了南宫莹莹整个计划要如何去做。不过血煞宗这群人怕是想象不到南宫莹莹的蠢已经超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将整个计划都给搞砸了。不用想也能够想得到，一定是血煞宗的人被南宫莹莹惹毛了，这才杀人灭口，毁尸灭迹。血煞宗的人绝对想象不到南宫莹莹竟然还会留着这些书信，给你们皇帝去看看吧。南宫家勾结血煞宗。哦，对了，昨天多谢了。楚清月从怀中拿出了一瓶药，扔到了霍安的手中。霍安也没有拒绝，收下了药粉。言语间的感谢，本官不接受。怎么还需要老娘跟你3跪9叩谢恩不成？本官也想吃饺子。霍安很羡慕闵元可以无拘无束地出现在楚府，吃到楚清月做的饭菜。他更羡慕萧雨恒能够随时随地出现在楚清月身边保护他，不惧任何的目光。行，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想吃什么馅儿的？师傅，霍大人不吃蘑菇。那好，我就包蘑菇馅儿的。这女人是故意的。师傅，霍大人出事儿了。霍安死了？记得上次闵元说霍安出事儿是受了重伤，难不成这次死了？圣武不是还在南宫府检查尸体吗？大眼仔还嚷嚷着要吃饺子呢。不是，霍大人被押入天牢，3日后问斩。啥？霍安被押入天牢，3日之后问斩？路上说陛下召见你入宫，三王爷也在宫中。进宫的路上，闵元说着从南宫郡主府离开之后的事情。从南宫郡主府分别后，闵元和霍安等一众大理寺之人再回大理寺。1个时辰之后，霍安离开了大理寺，直至有人报案说西城河上发生了凶杀案，而且凶手还是大理寺卿霍安。西城河位于都城西边，在河上立着一处小岛，小岛不大，但是有一处四面通透的凉亭。许多人亲眼看到霍安手持凶器，残忍地将一群无辜的下人杀害。而且被杀的人中不仅仅有工部侍郎、户部侍郎的公子，还有天刀山庄的少庄主袁卓。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和天刀山庄庄主袁庆联名上书要法办霍安，人证物证俱在，萧锦瑜也就只能先将霍安收押进天牢之中，并且委任楚清月严查此事，3日之内要查清楚事情的原委。